大家好，今天的白银说事节目的话题是装配式车站的预制构建工艺与施工关键的细节。为此，我们来到了无锡天影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和恒宇董事长交流这个话题。恒宇先生也是无锡地铁集团公司的副总工程师。恒总啊，就是刚才我看了你们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装配的一个模型1:1的，然后我想就是说做这么一个模型哈，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啊？其实我们呢，这个设计也委托了设计的，而且呢，我们也专门的这个做了 B 模型，我们呢又在现场1:1的做了这个主齿的模型，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后面车站施工的一个相当于试验品，效果呢还是很好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解决了这个一些并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现场统筹了一些发现的一些问题，大概有30多个，基本都解决掉了。就是工艺的细化的，因为毕竟 BIM 它是一个虽然说把这个过程已经模拟得很好，但现场还是有一些施工工艺我们的机械用具它还是有一些不知道的地方。我们通过现场这个1:1的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也解决了一些问题那你做的这个模型是我听懂了，就是对你这个设计其实现场的这个真实的建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这个模型放在这里以后打算派什么用场？我们地铁呢施工呢它是个过程，施工完了以后实际上它就现场老百姓再到现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我们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这个实际上是还原了我们这个施工过程中这个状态，那么有客户来，那么他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现场的当初是怎么个过程当初什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呢，也把这一段档案相当于是一个模型就摆在这了也是一个存档的一个很好的作用这个是我感觉到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做工程的都有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你认为我们这个装配式的这个地铁车站，它的一些重要的细节是哪些方面？从4个方面都我觉得发挥得很好。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标准化的设计，然后呢是在工厂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生产，然后再到现场的一个工业化的安装，最后呢我们是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可视化的移交。那么这个4个方面的细节做的我认为还是做得不错的这个智能化方面，你能不能再进一步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智能化你们具体是怎么来实施的？我们呢基本上就是工厂化的这个智能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到什么呢？这个产品它是可追溯化的，这个产品是哪一天生产的？它原材料用的是什么原材料？什么砂石料是从哪里进来的？这些所有的数据实际上全部弄好了。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现场的生产也是智能化的。因为我们原来在现场它是一个现浇的，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很复杂。我们的现场的功能呢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会产生。那么在工厂呢它是标准化的，它是智能化的，所以呢对产品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呢还在做一个工作，那当然这个跟装配式的这个车站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地铁的管片，我们现在也在做另外一个这个智能化。我们在管片里面现在研究的加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呢我们目前研究了5个，一个呢就是旁边如果有震动，比如现在有很多这个地铁在开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有人在旁边施工打毛杆的时候，这什么都有，但是呢它一震动，我们这个管片的里面的芯片它能感应到。另外呢这个管片如果收敛1毫米，我们这个芯片也能感应到。那么还有就是比如上面隧道上方土体它有渗透水，我们这个芯片也是能感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方方面面，包括这个钢筋的这个应力那么过大，我们也能报警。那么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在智能化，一个是生产智能化，对我们产品本身也附加了一些智能化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在这块后面应该会越走越远。我听下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们的这个装配式的这个地铁车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感知的是吧？是一个可以感知的，不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常规的这个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我们现在不光这个，我们现在桥梁，现在很多桥梁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嘛，那我们桥梁里面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它有些应变什么东西的，包括我们的软件平台，现在做的也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软件在这个软件上就能看到这个产品，比如这个桥梁、这个管片、这个我们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未来也是一个趋势。我注意到你们这个项目啊，其实是一个 EPC， 这个 EPC 的这个一种管理的一种模式，在你们这个项目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会？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们国家目前主要3种模式，一种传统的就是 DBB 模式，设计、招标、施工，那还有 EPC， 还有一个呢就是 PPP。实际上3种模式各有特色，但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其实是就特别适合 EPC，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个项目特别要求设计、施工，包括我们工厂的这些安装啊、这个生产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反馈过程。如果用传统的设计图纸设计好了，然后再去施工，它没有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设计、施工和我们的工厂也好，大家呢就是形成 EPC 以后，它实际上一个整体，它要一个互相反馈的一个过程，这样呢能够充分的表达各方的意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深度的这个交互当中，能够让它激出一种思想的火花，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车站它能够发展得更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大家交流得很好，那么就解决了这个时间的原来是一个直线式的，现在大家产生火花，就是大家可以平行作业，平行的你在设计的时候，他比如也同时也在施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交流也充分了，所以实际上是节约了大量的我们的时间成本。而且在质量控制和安全控制上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听下来就是一个网络形状的一个管理模式了。是的，所以这个效率就比较高了。是的。据我所知呢，这个装配式的这个地铁车站的建设，还是目前来说还是要比我们现交的成本要高一点。那么你怎么看待未来呢？目前这个现状呢，肯定会高一点，因为一个新的东西来了以后。那它的成本肯定是跟这个原来传统的，它已经形成大量的这个量产以后，它的成本肯定是比我们要低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趋势。目前来说，装配式这个大趋势是肯定是摆在眼前的。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光算一个经济上，那当然这个经济上也可以算，就未来我们一旦量产以后，我们的设备摊销。做10个车站和做1个车站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一旦车站量产以后，那我的成本肯定是下降的，这是一块。第二个呢，现在的人工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说实话，现在工人也越来越难找了，安全也是问题。原来我们都是现交的，脚手架起来，那么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工人在里面操作。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厂里已经提前把它预制好了，直接安到现场就行了。那么在时间上，那么在安全上，在质量上，实际上都比这个传统的要有优势。那么在经济上面，只要大家大量的用了以后，那这个成本自然就会下降了。所以我未来我看好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啊。莫博士跟我曾经说过，说建议我来的话，有空再去看一下你们一个目前正在施工的一个新的项目。对，我们5号线，我们那个拼装对接，大家一开始很担心那个细节那个精度。就是行不行？因为孔，比如16个孔，16个孔跟下面16个孔要对接起来，大家比如很担心。实际上现场预制的那个就是按图纸来了以后，精度很高，到现场全部就下去了。白教授，你真的去看一看，值得一看。而且现场很清爽，混凝土的质量非常好，就是基本上能达到清水混凝土的那个感觉。因为你在现场现交，受制于很多东西，这里养护什么都很到位，很舒服，就是。你认为我们国家以后有大量的这个地铁车站需要建造，就你的观点来看，这个未来的话，这个装配式地铁车站，它会比例会明显的会比过去更多，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想是这样，这个事情呢，就可能没那么快。为什么没那么快呢？因为我基于是两个方面的考虑啊。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城市，它有些城市呢还没发达到那种程度。比如现在就是深圳这个城市，它现在大量的上这个装配式，那它背后的逻辑就是，我认为它就是这个城市的它文明程度，它的这个
不允许你再用一个传统的方式，环保啊，包括对功能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提供啊，包括一个清爽的作业啊，它承担得起这一点点经济的稍微高一点点啊。说实话，这是一个。那么有些城市它可能目前还达不到，那么它可能会选择一部分做，一部分不做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随着我们对这个安全和质量一个更加的重视，那么下一步大家一看，哦，我们这个装配式的这个质量这么好，对吧？清水混凝土的这个效果啊，这个包括安全这一块啊，我想很多他就慢慢的意识到这个东西，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城市的发展。第二个，这个业界大家对这个的一个更深的认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就是还要再做得更好一点。可能现场的这个装配啊，能不能做得更加的符合人家现场的一个，你不用吊装的那么重，人家可能就有一点反感你。很多方面的这个觉得太麻烦了，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很重要。我听下来哈，虽然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呢，好像是有条件的，是吧？经济水平、文明程度、经济发展，但是其实呢，这些条件实际上也是必然会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我的感觉是，未来这个装配式的这个地铁车站的建造技术，一定会比以前会做得更多。